孔雀族因华叔之故被贬，阿音仙气枯竭，已是将死之兆。古镜想办法为阿音续命，从师兄口中得知化神丹有其功效，便前去寻找。在古镜为阿音寻找续命药引时，弘毅为了救姑姑被青鳞附身，被附魔的弘毅便趁古镜不在之时攻打大泽山。古镜回来后看到一片废墟的大泽山，整个人彻底暴怒，也因此激发潜能，恢复了元气真神的身份。阿音找到了师兄的遗言，知道弘毅被魔族附身才犯下大错，可古镜却不听阿音的任何解释，并开始后悔和阿音之间的感情。阿音悲痛欲绝，和古镜彻底决裂。燕爽在阿音的帮助下看望弘毅，却意外被华叔发现。华叔为了能彻底得到古镜，诬陷阿音是覆灭大泽山的罪魁祸首。在华叔完美的伪证下，所有人都相信了他。阿音因此被囚禁，等待处罚。可囚禁期间，华叔却突然出现，带人将阿音带走，甚至对阿音动用私刑。最后，阿音死在了古镜的剑下。看着阿音在元神剑下灰飞烟灭，元气心痛的要疯了。他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：上天入地都要找到阿音。幸亏元气之前曾在阿音的仙缘上打过魂印，所以他能感觉到阿音还在天地间。修言保住了阿音的一缕神魂，却要历经1000年轮回。古镜在阿音死后才察觉到异常，经过一番调查后，知道阿音被冤枉。追悔莫及的古镜开始到处寻找阿音踪迹。为了找到阿音，元气赶到幽冥界，好不容易才得到敖哥的允许，有机会闯钟灵宫寻找阿音。一路上，元气冲入业火，忍受着业火焚烧身体和元神的痛楚，又在幻境中被幽冥之灵们刺得遍体鳞伤，接受在苦海中顶着风雪没日没夜的走。在他即将绝望的时候，冰面突然裂开，一朵莲花从苦海中浮了上来，将元气拉到了奈何桥边。修言递给元气一碗忘川水，道：“喝了这水，忘了阿音吧。”元气执拗的不肯喝，一口咬定阿音身上的魂印还在，转身要去渡劫池找阿音。修言冷漠地说：“都灰飞烟灭了，哪儿还能入得了渡劫池？你看看，这渡劫名册上哪有阿音？”翻看着渡劫名册，元气越来越绝望，决定去其他地方找阿音。但元气没想到，修言其实知道阿音的下落。当时阿音在元神剑下灰飞烟灭后，修言寻找他未果，难受地回到奈何桥，却发现有一点银光主动飘向奈何桥。他伸手一探，发现这是阿音的一分仙缘。原来是元气留在阿音仙缘上的魂印护住了他。为了救阿音，修言取出了幽冥谷万年一开的血莲，用它来试试护住阿音残破的仙缘。一般仙子可以通过历劫来酝养仙缘，但需要9分仙缘，可惜阿音只有1分仙缘。于是修言从血莲中取出8颗莲子，重塑成8分仙缘，一同塞进莲中。从此这株血莲与阿音的魂力相连，若阿音渡劫时过得很悲惨，她的魂力就会减弱，血莲便会凋落。如果阿音轮回的这一世过得圆满，她的魂力便会增强，血莲就会重生。一切都看阿音的造化了。没想到阿音的运气实在不好，即便修言给她安排的命格再圆满贵重，她也总是早夭而亡，又回到了奈何桥。等到阿音最后一次历劫之前，修言手中的血莲已经褪去了颜色，只剩下可怜的最后一半莲瓣。这说明阿音的魂力已经虚弱到了极点。如果这一次历劫还不能有所转变，那阿音只能消亡。见此情景，三生石偷偷给弘毅传信，想借机让元气知道，让他能见阿音一面。元气和弘毅确实都来了奈何桥，争着带阿音去青池宫和妖界。但阿音已经忘记了仙界的记忆，把他们都当成陌生人。他纵身跳入了渡恶口，元气上前抓住阿音，也跟着跳了进去。谁也没想到，下一秒元气独自出现在了奈何桥，手里还抓着阿音的衣袖碎片，而血莲上的最后一个花瓣已经明显衰败。原来阿音的魂力太弱，导致他这次历劫还没出世便胎死腹中。阿音的消散已经无法逆转，即使元气祭出自己的最后1分元神，也无济于事。当然我们知道，阿音消散后，这份仙缘回到了凤隐身上，带着阿音记忆的凤隐从此重生，以后还能和元气再续前缘。1000年过后，阿音历劫归来，成为凤隐，带着阿音记忆的凤隐不想再为情所困，就断情绝爱，消除了和古镜有关的记忆，但却没有忘记孔雀一族犯的大错，
成为凤凰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孔雀族逐出百鸟园。古镜意外发现阿英就是凤仪的身份，开始疯狂追妻，寻求凤仪的原谅。